8月菜10月种，每年秋天最热的时候，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暑伏天，就到了该准备秋菜种植的时候了。而种菜的一个非常关键的步骤，就是要准备好土地了，千万不要忽略了这个环节。土地准备好了，种菜也就基本上成功一半了。今天咱们要准备的是种萝卜白菜的地，全程实践涵盖了土地准备的所有过程。这就是咱们今天要整理的一块地。首先第一步工作就是把地表的所有杂物都清理掉。这是之前放在这里守护玉米的动物驱避器，暂时也先给它移走。这捕兽笼子也给它换个位置，今年一只浣熊也没捕到。这种接水的大花盆先给它移开。春天的时候培育的葱苗，当时只移栽了一半，剩下这一半没有地方种了，就一直没管它。其他的杂物也都统统的搬走。这边还有一颗野生的甜瓜，我们追了一点肥，结果结了不少的瓜，我看得有10几个，有些个头还是挺大的。再看这里，一起有4个，其中有一个是巨大个的，跟我的拳头比一下，这比平常的绿宝石甜瓜要大多了。这颗甜瓜有一部分瓜秧是长到了我要整理的土地上了，得给它移走，移到它原来的位置上。这儿还有好几个瓜，我粗略的数了一下，这颗甜瓜居然结了20几个，真是多呀！这片土地上的东西基本上就清干净了。第二步呢，就是需要把草除一下了。大家看这块地上的有些草已经长得很高了。手工除草不现实，割草机是最方便。启动，出发。刚才看到一颗冬瓜的藤蔓长到这里了，下去把它整理一下，继续割。刚才割草的时候，旁边惊出了一窝小兔子来。现在这蚊子太多了，割个草还被蚊子咬了2个大包。草割完了，第3步离地松土。换上水鞋，省得一会儿搞得脚里边都是泥。看看这片地，一会儿耕完了就会马上大变样的。我用的虽然是机器，但是我的犁调的深度也就是15厘米，这样的深度只起到一个松土的作用，对土地结构的破坏是非常小的。还挺累的，手已经酸了。刚才是浅浅的给它犁了一下地，看看是不是已经有点大变样了。看这些都是翻出来的小麦的根部，把这些和土混在一起，就是变成很好的腐殖质了。再看这边这些麦秆混着土壤，土壤的有机质就是这样不断的培养起来的。我们每年种东西的时候，都尽可能的多给土壤留一些有机质，这也是土地为什么越种越肥沃的根源了。我打算种完萝卜，把萝卜收获之后，再尽可能的在这片土地上种一些冬豌豆。这样的话，整个冬天再给它进一步增加一定的营养和有机质。只要把土养好了，种什么菜就都不用发愁了。大家看我推来了什么？这是撒播器，这个是菜园石灰或者是草坪石灰。接下来就是第4步，撒菜园石灰，给土地消毒、杀菌、补钙。我用的是这种经过有机认证的菜园石灰。它这里边成分还是挺丰富的，有不同形态的钙和镁。看看我用的是这种颗粒状的石灰，不是那种粉末。这种的好处就是撒起来比较方便，它不像那种粉末状的石灰，撒的到处都是白色的粉末和烟雾。这种石灰颗粒撒到土里边，它会分梯次的释放，能够起到持久的效果。开撒。
我们走过来，这是第一遍，然后走回去撒第二遍就可以了。这么一小块地撒完2遍之后，还剩了不少，把它装回袋子里就行了。把袋子口系好，留着下回继续使用。我们这些菜园的土壤长期的种植施肥，很容易呈偏酸性。用了菜园石灰之后，很容易的就调到中性6到7之间了。其实种萝卜、白菜这类的，你也完全可以省略这一步，不用菜园石灰。你要是种豆类的话，那就非常有必要性了，而且最好还多用一些。不过按我的经验呢，不管是种什么菜，你最好给它1年用上1次。像现在秋天的时候用1次，如果想用2次的话，春天的时候还可以再用1次。因为这种菜园石灰，它不光是能调节土壤的 pH 值，刚才说了，也能够起到一定的杀菌除虫卵的作用。另外就是补充钙和镁了，还有就是刚才没有提到的，它也能够有效的改良土壤的结构，提高有益菌群的活性，以及改善土壤对肥的吸收效率，作用还是挺多的。再接下来就是把石灰混到土里边去，我们可以用耙子搂，我是为了省事儿和快速，就还继续使我的拖拉机和犁了。这土第2次犁完之后，不光是把石灰颗粒混到土里边了，土本身也是变得细致了很多，已经达到了可以种植的要求了。第6步，种萝卜的话是需要大量的水的，所以我还是把滴灌带给它装回来。滴灌带接好之后，要冲水10几分钟，把里面的脏东西给冲出去。冲干净之后，就可以把结尾的部分给它接上去。这样整块地就都准备好了，随时都可以秋播种子了。我们接下来要做的就是在未来1周内找一个合适的傍晚播种下种子就可以了。如果播种后的第2天能够下场雨，那就更好了，连播种后需要浇的水都可以省了。